是我没有办法遗忘，早知道是这样，如梦一场。5年过去了，有房了，有车了，看来可以给予的物质幸福都给予到了，可是这2个人却出了大问题了。来，掌声请出他们，有请。男主人公小高28岁，来自吉林，是一位旅行社的业务主管；女主人公小慧27岁，来自北京，是一位幼儿园老师。来，有请2位。怎么了？这就没有，我只是看这条 VCR 想起了以前好多事情。小高，有房了？有了。有车了？有了。以前不是说过吗？有房有车就娶人家吗？我想娶的是以前的那个他，不是现在的。以前那个他是什么样的？以前的那个是温柔、善良、体贴，现在就跟泼妇一样。你说我变得不一样，你为什么不跟大家说说我变得不一样的原因是什么？他升职了，我承认他确实应该多出去应酬。可是我就想不明白，你出去应酬可以，你为什么要跟你那些女同事去玩一些暧昧呢？没有，他指的玩暧昧是指，就是接的电话多了，短信多了。就这些，他就说是暧昧，其实都是工作关系。你是怎么发现的呢？说实话，我觉得这点可能是我做错了。之前我跟他承认过这个错误，趁他洗澡的时候，我偷偷去翻他手机。因为那时候已经发现他不一样了。自从升职之后，然后开始觉得我烦了、腻了。就是不服从管理了，是吧？就是你把所有的事情都归结在这个他升职之后就变了，是吧？对。那他升职之前是个什么样呢？升职之前，我可以这么说，每天按时的回家，虽然挣的钱不是特别多吧，我们没事的时候周末可能会去搞点小浪漫，去好点的餐厅，然后偶尔去看场午夜电影，到处去玩嘛。因为他做旅行社，之前也没那么忙，大半个中国我们都应该跑遍了。那会儿真的好甜。这就是他自己的心理反应。其实我变得并不多，就是比以前忙了。你是其实比以前忙了吗？你升职了，男人应酬去喝酒没问题，但是你哪天不是满身酒气的回家？包括中午就是1个月30天，你有25天是醉醺醺的回来，那5天还不知道去哪儿了，你让我怎么说？应酬嘛，喝酒也很正常。我喝多的时候，他经常不给我开门，我只能头晕晕的，然后下楼打车去朋友家。你不带钥匙的吗？我记性不太好，经常不带钥匙。他这个说得出来，你会信吗？问一下，今天你来的目的是什么？我只想问一句，我对你这么多年的付出了，从你一个什么都没有，从你最开始我跟你在一起，我家里边就反对，我等了你这么多年，现在你有房了有车了，我只想问你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还是那句话，我想要的是以前的那个你。那好啊，那你也别回以前的你啊！我不要求你每天都回家，但你最起码对我的关心要像以前一样吧。你也希望他变回去是吧？我不是希望他变回以前完全那样，因为我很理解，我是看着他一步一步从一个小职员做到现在这个地位的。他出去应酬可以，但是我希望你。什么公司需要天天应酬啊？也不光是应酬，另外和一些哥们儿朋友在一起高兴。自己也想出去玩是吧？对，他们这对情侣之间有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，我估计这也是伤小高伤得比较深的事儿。他们打过网络战，我给你们看一下他们打网络战那个过程啊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哈，来，这个旅行者是谁呢？这个旅行者就是小高哈。这个平是谁呢？就是小慧。小慧非常聪明的说，哎，我扮演一个陌生女性吧，我来试探一下她吧，看看她探得了一些什么哈。这属于诱供啊，说你们不都在一起那么久了，不都要结婚了吗？他说了，刚在一起的时候感觉很新鲜，时间长了就腻了，没意思啊。又问了，说这个你媳妇儿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他说了，太傲了，有的时候他这个性格让我非常的生气。这又诱供了，说你们俩的性格都差不多，怎么能生活在一起呢？旅行者答，我现在都想换一个，找一个更好的了。这篇最主要的意思，这个小高就觉得自己的这个媳妇儿啊，花钱花得太冲了啊，所以他跟那个叫平的说，现在好女人不多啦，像我这样的好男人遇到这样的媳妇儿，哎呀，这不是要我的命吗？这旅行者说，哎，当初早点
遇到你我也就不用这么心烦了。啊，据说这是特别让你介意的一条信息是吧？你的意思是说他在跟这个叫平的网友有一些什么是吧？你怎么会想到用这样的手段？我想现在网络这么发达，很多人都应该用过这种方法，只不过是有没有被对方发现而已。其实我也知道这样不对，事后我主动跟他道过歉了。你说哪些话是真的，哪些话是气话吧？每次也都是吵完架之后说的话。那你还想娶她吗？我想娶以前的那个。就是你希望他回到从前，如果他回到从前，你愿意跟他结婚？对。如果他回不到从前呢？恐怕我娶不了他。主持人，你为什么不这样问呢？你在站在他的立场上问的是说，如果我变回以前，他愿意娶我，你为什么不问问能不能变回以前的他呢？哦，明白了。你能变回以前的你吗？我没有变，变的是他。我现在告诉你啊，我为什么会问他？如果你今天也是很自信的站在这儿指着他的鼻子说，如果你不变回以前那个听我话的你，对不起，咱俩分手，我跟你说再见，那我肯定要问你。我现在发现是你非要说，我直接翻译了哈，按你那个我再问一遍哈，就是真实的内心问一遍哈。我跟你4年了，你不能说甩了我就甩了我，对吧？你别太过分，你只要稍微守点规矩，不要那个天天那么晚回家，你回来的时候不要喝得那么醉，差不多了你给我娶了就行了。我刚才翻译你那个内心就翻译对了吧？所以我没法问你啊，我让3个老师把你变回去啊。他们可有办法，我让他们给你变啊。小高，你等着，变回去你要再不娶呢？变得了吗？他们要给你变回去，你再不娶呢？我不相信有人能把他再改变回去。那你不是挺扯的吗？没人把他改变，你以此为条件，你说分手就分手算了，你还给人家希望干嘛呀？来，真心丘比特问卷。小高刚才说了，时间长了腻了没意思了，让我想起《大话西游》的一句台词，说这个当年看星星看月亮的时候叫人家小甜甜，现在我人老了珠黄了就开始叫我牛夫人。我觉得就是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要分手而已。现在说分手，人家为自己付出了这么多，似乎我要受到道德的谴责，受到舆论的压力，所以我就说你变了，你变不回去了啊！那我爱的以前的你，对不起啊，我其实也很爱你的，但是只是以前的你，所以我们分手吧。多冠冕堂皇的一个理由啊，只是一个理由而已。现在他跟以前还是不一样。你跟以前一样吗？你体会不到。那好，不给你开门还不说。我问你，你跟以前一样吗？我除了比以前忙了，没什么变化。他刚才说了，这个我去考验他，其实我特别讨厌考验这事儿。我认为爱情不能够拿来考验。对，没错。可是为什么会去考验？你要明白你的女人为什么会去考验，因为你跟别人玩暧昧，因为你一考验就一个准儿。玩暧昧去玩吧，把自己的爱和未来全部赔进去。女孩干脆就分手完了，它只是一个理由。于老师，女人在这个场所经常会说我付出多少，所以这个时候觉得非常的不平衡。为什么有这种不平衡呢？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，自己以一种托付心态，我这一辈子幸福快乐完全就托给他了，他呢也是我的了。我曾经在网上看一篇小小的文章，文章的题目叫做借用，说的是一对80高龄的夫妻非常的幸福。记者采访了这个老大爷，说老大爷，为什么你们夫妻之间这一辈子都这么幸福呢？他说，人这一辈子所有的东西都是借来的，都不是自己的，包括自己的生命。如果你不好好珍惜的话，生命都被上帝拿走。我的老婆就是从老丈人借来的，我每天对她好，如果不对她好的话，她可能随时会拿回去。所以这样呢，我就非常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时间。所以呢，我们就一辈子这个状态就生活得很幸福。这是你一个托付心态，对于你的要求，让你的气场在逐渐走低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你已经变得不那么有吸引力了？如果想变回去，不是不可以，除非你们现在把心态变了，放低心态，提高自信和魅力。这边在思考，是因为外面有更多的可能性了，还是真的它不适合你了？老师，我想问一下，你刚才说那个托付心理，对，那在他没升职之前，我依然是这样的想法，那我这叫什么呢？你就不该那么想嘛。或者说一开始可能就容易错了。在
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是一个东北男孩，我是一个北京姑娘，对吗？我什么都没有要求过他。09年我提出结婚的时候，是他对我说的。他说等他条件好了，有房子了，我们再结婚。10年他升职了，他有房子，他不结婚了。这件事情不能怨我，我之前就没有对他那么高的期望。我不相信5年的感情被他1年的所谓这种什么职业生涯什么的，跟职业生涯没有关系。改变就改变了，人会变，情会变。那我就是接受不了，我不相信一个人在短短的不到1年的时间内就一下转变成另外一个人了。看一个女人是否真爱你，要看你在饥寒交迫的时候，她是不是愿意与你相伴相随。看一个男人是否真爱你，要再看他春风得意的时候，还是不是对你呵护备至。男嘉宾总是说我喜欢原来的你，其实一切的珍惜都来源于回忆。是，原来的女方确实比现在要温柔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原来的女方也很勇敢，为了你跟家里人闹翻，搬出来跟你住，背叛所有的自己最亲的人，毅然和你在一起。如果你对一盆植物好好的去栽培它，它一定不会杂草丛生。东西用旧了你就想扔，这是典型的一种喜新厌旧。刚才的所有的 QQ 聊天当中，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一个男人喜新厌旧的丑恶嘴脸。你现在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，工资涨了，钱多了，有点资本了，就开始泡妞了。我要是把你这些东西全给你扒了，你玩什么呀？你也不看看这些年来，从最开始的一无所有，到最后的有房有车，这难道不值得你们欣喜和珍惜吗？你要是真的像以前那么一样浪漫的去对待他，或者是说更多的去呵护他，他会变成这个样子吗？还有一点，我也做过销售，我也做过公司老总，我怎么不天天喝酒啊？如果说生意都一定要完全靠喝酒来谈成，那是什么生意啊？工作性质不一样，不管性质工作一样不一样，只要有心，但凡是你在酒桌之前，你给妻子打个电话，今天我晚上可能要晚回来，甚至有可能要喝高啊，这帮家伙特能喝，你哪怕是打个电话问候一下，不会这样。而且你看看你刚才在 QQ 当中，我不管你那是气话还是故意而为之的话，很多都表露出了你自己的本意。王老师说的没错，你就是想再玩吗？知冷知热结发期，真正当你在外面一无所有的时候，只有家的大门才向你敞开，只有你的结发妻子才会对你真心实意的。而很多男人往往就是想不通这一点。另外我想跟你嘉宾说，我最恨你一点，恨你什么呢？下手不够狠。你应该怎么呢？你应该抓住他所有在外面的证据，然后在情理上你可以获得一些更多的支持，然后让这个家伙净身出户，房子车子全拿了。我看他没房没车，他就泡妞，就泡什么泡？朋友们来了，听听朋友们的意见，然后咱们再接着聊哈。一起进入踏浪旁观者清。今天谁来了？你好，主持人，我是小高的表哥。我感觉我弟弟没那么差劲吧，是吧？他挣钱是不是都为这个家呀？如果他是不争取的话，今天不会来。今天来是我要求，我强烈要求来的，对吗？强烈要求来，他是执意不来的话，你不是他也来不了吗？对不对？他没有那心气儿，他是不会来啊。您弟弟现在什么心气儿啊？我弟弟呢，其实还挺喜欢他的。我们私底下喝酒，我们聊过这事情。但是小慧呢，他有一定的缺点，也不是没缺点，对不对？我弟弟呢也有缺点。您弟弟的缺点是？我弟弟缺点是他比较爱喝酒因为这个是一种发泄，男人在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可以发泄一下。他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可以发泄，那我怎么没有去发泄呢？难道我工作压力不大吗？我劝你，你不要跟我吵，知道吧？翻手机看短信，做假 QQ 套话，像你做这种媳妇的话，他能接受了吗？那我劝你做个智慧型的女人，好不好？你就觉得他不智慧呗，对吧？他让你，您希望他怎么让？还是像以前一样呗，是吧？以前是哪样？就是少过问一些他的，就是他以前不用过问。你想，他们以前的生活是，我很悠闲，我陪着你去全国旅行，两个人经常腻在一起，他当然不问了。现在不是变了吗？你弟弟不也变了吗？
我弟弟我感觉和以前没什么大变化。我觉得这不是做智慧女人，是做笨女人吧？要求她装疯卖傻。我是小慧的好朋友，在他们俩走过这5年，我一直在看着。其实，小慧，你离开他吧，放手吧。这个男人不配做你老公，真的太不负责任了。你看到什么了？人就不配了。他外边有人了。你能确定吗？你能确定吗？说你看到的情形。哦，他们一块儿在吃肯德基。然后两人有什么亲密动作？聊天，面对面很。那聊天那算什么呢？对啊，就是有说有笑，然后还这样帮他去弄头发呢。哦，那就不对了。你看见了？对。那你干嘛之前没跟小慧说呀？我跟他说过，他特别傻。他们俩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所有的身边的朋友全部都不赞同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有还是没有？没有，没有啊，绝对没有。好，在你心里，你还爱不爱小慧？不确定。如果今天他提出跟你分手的话，我是说，如果他提出分手的话，你会怎么办呢？你同意吗？同意。行了，这就明白了吧？如果小高跟你提出来分手的话，你是同意呢还是不同意？今天话都说到这个地步上了，你说分手，我祝福你。我可以向所有人保证，之后你找的任何一个女人都不会比我好，所有的女人都会看上你的钱，看上你的地位，没有一个人再会像我一样为你真心付出。好，所以想清楚吧。我是觉得，第一，小慧是变不回来了，小高。如果要变，你们同时都变回去。如果你心里还真爱她的话，你就跟她一起变回去，变回到从前那个互相信任、相亲相爱的那个状态里。而不是说一味的要求他去变。如果你真的想分手，像个男人一样说出来，告诉他，对不起，我不再爱你了，你不再适合我了，我们分开吧。不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推给别人，我们勇敢去做一些事情。下面的时间留给你们吧，来，黄金60秒。其实小慧，我不是说已经不爱你了，而是我不敢爱了。现在的你和以前完全是2个人，我不知道我该爱以前的那个你，还是现在的这个你。现在我已经知道我该怎么做了。其实你所说的一切我都知道。今天来这里，我没想跟你争过什么，没想要过你什么，我只想听你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出你到底想怎么样。如果你真的不爱我了，请你大大方方的告诉我，不要跟我继续以一种暧昧的姿态过下去。你实话实说跟我说。其实今天我应该听所有人的话，我应该特别潇洒的转身走了。我真的应该是直接掉头走，但是我现在不想走，我就想看你最后的选择。我不相信这几年的时间就这样直接就过掉了，会因为你所谓的借口就直接 pass 掉了，全部都过了。但是我现在怕了，确实怕了。现在的你让我感到恐惧，真的很恐惧。好了，时间到了。小慧，小高，请回。来，请关门。我问问现场的观众哈，咱们现场有这么多聪明的这个观众啊，等一下啊，把话筒递给他，谢谢。你多大了？19。我觉得刚才那位男嘉宾是虚伪的，因为他不敢承担责任，连一个分手都不敢提出来，他已经不爱他了。女嘉宾非常的倔强，非要听他说出来，就说出来他已经不喜欢他了。哦，就说其实那男的如果直接说分手，人家女孩也不会纠缠他也不会再纠结，他就说可以自己再继续潇洒的活下去。哎，他们19岁姑娘看的对吗？我顶啊！我顶。我希望那位就是女嘉宾不用再听他那个坚决的答案了啊！你可以高傲的对他说 "Go out my life"。啊，我更顶！来，拿起手里的表决器，你们是看好他们继续往前走呢，还是就此打住？来，请选择。即使再不被人看好的情感，也是有人满怀希望，希望他们能够走在一起的。在这个现场还有10%的观众朋友认为他们2个应该
订婚，我们一起来数5个数，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。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。这2扇门空着，我挺高兴的，因为一个人说出了实话，一个人留下了自己的尊严。还是那句话，虽然他们经历了5年的情感，在这里画上了一个句号，失败了，但是我们要祝福曾经有爱的这2个人，能够在下一站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真爱。